前不久，有印度网友表示疑惑：中国实力一般，为什么能被称为军事强国？这个问题一出，很快便在网上炸开了锅。有外国网友说，中国确实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打遍了五常，无一败绩罢了。反而是印度似乎是忘了当初的痛。作为五常之一，中国真的战过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而不败吗？网友所说的印度的痛，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呢？在此之前，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给点击关注，这样既方便浏览往期视频，又可以接收到最新的视频分享。目前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除了中国外，还有英国、法国、美国以及俄罗斯。我们先从英国说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英两国应当只在朝鲜战争中有过交锋，双方打了2次，英国每次都是大败而归。第一次是在1951年4月的雪马里战斗中，当时志愿军63军全歼了号称英军王牌部队格劳斯特营及配属分队，缴获坦克18辆，汽车48台。只可惜英军并没有吸取教训，因此1951年10月，志愿军与英军又在朝鲜马梁山地区展开对决。这一次我们的敌人是英军第1师28旅皇家苏格兰边防团，不过打起来依旧没有什么压力。这一仗共毙伤敌1740余人。在整个朝鲜战争中，英军的死伤、被俘以及失踪官兵人数加起来高达4435人。以他们的微薄战果来看，伤亡不可谓不惨重。不过这也是他们咎由自取，毕竟早在1949年4月，解放军部署渡江战役的时候，就已经让他们见过我们的决心和底气了。是他们不吸取教训，这才一败再败。1949年4月下旬，2野和3野准备实施渡江，结果关键时刻，英国紫石英号不顾我军鸣炮警告，强行溯江上驶，而且还朝我军左翼炮位射击，明摆着就是要阻拦我军渡江。关键时刻，我军自然是不会退缩的，与英军展开了猛烈炮战。最终的结果是紫石英号被炮弹击中，不得不挂上白旗驶向南岸。当日下午1点半，另一艘英国军舰伴侣号从上游开了下来，准备增援之前受到重创的紫石英号。为此，英军再次与我军交火，结果被我军连续击中5发炮弹。虽然成功击毁了我军2门野炮，但是紧接着又遭到了我军的猛烈攻击。为了避免被击沉，伴侣号也只能向下游逃窜。当得知紫石英号和伴侣号受创后，英国远东军舰还不服气，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亲自乘坐着伦敦号，带领黑天鹅号驱逐舰前来支援。结果又是重蹈覆辙，没过多久，我军猛烈的炮火就把伦敦号打得伤痕累累。最终这2艘军舰慌忙地朝着上海逃去。至此之后，英国方面终于不敢开着军舰在我军面前耀武扬威了。这次事件也标志着英国等列强在中国炮舰外的最后终结。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时候，英国还敢出兵，属实是头铁的证明。说完英国，再来看看法国。我国与法国的交锋主要是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当时法国总统乔治·皮多尔认为，一旦让越南享有自治领的地位，日后类似情况会络绎不绝，严重损害法国利益。为此，他不惜撕毁决定，并在1946年末发起战争。毫无疑问，当时的法国是想在越南继续进行殖民活动，而当时的越南领袖胡志明则是发出了号召全国抗战告人民书：我们宁可牺牲一切，绝不肯亡国，绝不肯做奴隶。虽然觉悟颇高，但是当时的越南确实不敌法国。法国只投入了10万海陆空兵力，就把越南8.5万卫国军和将近100万游击部队打得节节败退。无奈之下，越南将目光投向了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身份的中国。在1950年1月18日，中越建交后，月底胡志明就秘密访华，向我国寻求援助。毛主席等人经过会议讨论后，答应了胡志明的请求，不仅往越南地区配送了大量物资，而且还将陈赓、韦国清派往越南，帮助越南人民作战。有着陈赓等人的帮助，越南方面很快就打出了第一次打歼击战，单次击毙法军8000多人，这是越南之前想也不敢想的，更不用说很快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少不了美国的身影。美国也下场给法国提供了大量军需援助，希望以此来挽回败局。两国之间甚至还签订了相互防卫协定。
由此可见美军援助的力度和决心。只可惜美法方面扶持伪政权，以越制越，以战养战的策略，最终还是失败了。在我们的帮助下，越南迅速粉碎敌人的纳瓦尔计划，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从1950年1月我国援越开始，越南地区的局势就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历时9年的越南抗法战争中，有超过56万名法军被消灭，8个远征军总司令败走，连带着法国的第20届内阁都倒台了，可见法国败得有多惨。单单是1954年3月到5月，中国协助越军组织指挥的奠边府战役就取得全歼法国占领军精锐部队及伪军 1.6 万余人的重大胜利。这场战争也迫使法国在1954年7月在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上签字，并从越南撤出全部军队，使越南抗法战争形势出现转折。这固然是越南人民的胜利，但更是中国人民的胜利。除此之外，我们也给越南提供了很多的支援，即使不说派去指挥作战的将军，光是从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大批弹药和通信工程器材，以及我国专门在边境给越南提供的各类兵种培训基地来看，我国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就连法国被打败后，我国提供的军事顾问团也没有立即撤回来，反而是响应越南方面的请求，帮助越南加强了一波军队建设。除了法国，五常中美国也曾与中国有过交手，比如说1950年的抗美援朝、1965年的抗美援越等等。我们接下来一一来看。1950年，北朝鲜想统一朝鲜半岛，于是向南韩发起进攻，短短数日间便攻城拔地，拿下了汉城，胜利垂手可得。可就在这时，美国联合多个西方国家组成联合国军，贸然插手朝鲜半岛事宜，一场仁川登陆把朝鲜半岛上的局势彻底逆转。可即便如此，美国等国家还是不满意，想要继续作战，彻底控制朝鲜半岛。然而联合国军的步步逼近，却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国土安全。在再三警告无效后，毛主席力排众议，答应了北朝鲜的请求，做出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鸭绿江赴朝作战，彻底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志愿军入朝后，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连续进行了5次战略性战役。狂妄的麦克阿瑟直接被打到离职，接任的李奇微虽然勉强稳住局面，但也仅此而已。等到抗美援朝步入第2阶段后，我国更是逐渐占据了不小优势。最终在1953年7月27日，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将部队从朝鲜半岛上撤了出去。这场战争也成为了我国的立国之战，不仅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让全世界看到我国的实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另外，这场战争也正如彭德怀所说的那样，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至于和美国剩下2场战争与前者有很大的相似性，无非是将朝鲜换为了越南和老挝。不过有着朝鲜战争的例子在，美国再也不敢小觑中国了，也开始认真听取中国的警告。比如说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我国曾经警告美国不要超过北纬17度线，而美国后来也深深地记住了这一点，就连轰炸的时候都有意避开。北纬17度线以南炮火遍地，北纬17度线以北一片安稳，中国的威慑力尽显无疑。而五常中最后一个就是苏联了。1969年，我国曾和苏联进行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虽然位于中苏2国边境，但历来都是中国领土，那里生活的都是中国渔民，而我国边防军也一直在那里执行巡逻任务，那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领土。然而苏联方面却时常拿珍宝岛出来制造争端。上世纪50年代末，珍宝岛问题就已经隐隐露出。从1964年开始，苏联便不断在中苏边界制造争端。据不完全统计，在5年间，苏联最起码挑起了4000多件边境事件，珍宝岛问题就在其中。苏联士兵不仅跨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犯中国领土，伤害中国渔民，而且还公然出动装甲车和卡车强行登岛，殴打中国边防军人。
对此，苏联方面非但没有交代，反而还派出士兵继续强登珍宝岛，我国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也就此拉开。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强行登岛，被我军打退。3月15日，苏联再次强行登岛，并且使用重火力，只不过依旧被我军打退。3月17日的时候，苏联发动了最后一次冲锋，只可惜最终依旧无用，被我军赶走。这场战斗在苏联方面看来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双方出动的兵力差不多，而苏联方面的装备要明显优于我国。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敌，甚至在最后一次撤退的过程中，由于较为匆忙，苏联军方没法带走一辆损坏滞留的 T-62主战坦克，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拓开冰层，将坦克深入湖里。然而此举也是无用功，那辆坦克最终被中国海军潜水员打捞了起来，后来放在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为中国自制坦克的进步做了不小的贡献。由此可见，中国军人打仗并不过于依赖人数优势，更不依赖装备优势，主要依赖的是个人意志与素养。这也是各国军队大多对中国军队保有叹服的原因。那么为什么网友们会说印度是忘了当初的痛呢？这还得追溯到1979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顾名思义，这是中国和印度的一次对抗，且是印度先挑起，中国获得最终胜利。在我国建国之初，印度的态度便相当古怪，仗着自己背后有大国支持，便多次跟我国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比如说1959年，印度方面竟提出让中国将东西段累计 12.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他们这样的无理要求。对此我们自然是直接拒绝的，而印度方面似乎还对此很不满，还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试图逐渐蚕食我国领土。出于珍爱和平的态度，我国多次提出希望能够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边境问题，可是印度方面却多次拒绝我国的好意，甚至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付诸于武力。1962年9月，印度军队正式越过了麦克马洪线，朝我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印度，我国自然是严阵以待，准备进行一场自卫反击。双方交战没多久后，随着连续2场战斗的胜利，原本的自卫反击似乎随时都可以改为首都攻坚。只不过我国这次本就是自卫，无异于侵略他国，所以在全盘占优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发布声明，宣布边防部队直接停火撤军。不仅如此，我国还释放了俘虏的3900多名印度官兵，交还了缴纳的大批设备和物资。在展现自信的同时，也充分展露了大国气度。过往之事还历历在目，如今居然又有印度网友开始质疑中国的军事实力，属实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是在过去接连击败武昌中其他4个国家的我国，怎么说也不应该是印度网友口中的实力一般。正所谓朋友来了有美酒，野兽来了有猎刀。我们一直奉行和平共处的原则，不惹事，但我们也不怕事。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